杜恒，深更半夜的，你在这湖边做什么？你不会自己看吗？按你们黎族的规矩，在苏叶湖里放灯是用来招亡魂的。今夜是你父亲大喜之日，你做这个可不大吉利。太子殿下不去向我金墨哥哥献殷勤，却来管束一个小孩子做事儿。你哥哥已经答应了我的求亲，你很快便也要管我叫哥哥了，我自然能够管你。来，叫我一声东行哥哥听听。又坏了。这灯是纸糊的，哪里经得住水？在王城里，有一种白色的绢纱，叫烟笼寒月，最适合做灯笼。烟笼寒月纱清透，却防风防水。点上蜡烛，放在水里，朦胧凄迷。手巧的织娘在纱上绣上各种花样，有梅花、兰花、芍药。对了，还有海市花。待我回了王城，派人给你送几只灯笼过来。海市花，那是什么？这种花在王城附近的海边采望。据传，从前有一男子死了心上人，他母亲逼他另娶，他便跳海自尽了。他死之后，在他跳海之处生出了紫色的花朵，便得了这个名字，取意于山盟海誓。山盟海誓。而他跳海的悬崖也被人称为海誓崖。如今许多有情人都会去那里许下山盟海誓，据说那样便能白头偕老。那你和哥哥会去那里许下山盟海誓吗？当然要去。山盟海誓真的有用吗？我娘弥留的时候，我爹握着她的手发誓，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。可她才去了1年，我爹便又娶了别人。所以你今夜在这里是给你娘招魂吗？若是我娘的魂魄能时常回来陪我爹说话，她便不会再另娶他人了吧？也许你爹另有苦衷吧，他毕竟为一族之主。那你呢？若是哥哥不幸比你早死，你也会和我爹一样另娶吗？当然不会，我会永远爱他，直到我死的那一日。那，你肯发誓吗？有何不可？皇天在上，我岳东行今日在黎杜恒面前起誓，今生若能得黎金墨相伴，一生一世只会爱他一人，直至我死的那一日。若有违背，天打雷劈。东行哥哥，怎么了？你真好。傻孩子，你困了吗？靠在我肩上睡吧。好。灵犀工作室出品，原创古风耽美广播剧《山盟海誓》第1期。二公子，大公子的车队怎么还没到啊？先行报信的说午后就能到达，可眼下天都快黑了。听说哥哥身体抱恙，
也许走得慢些。二公子，总听人说大公子是我们黎族的第一美男子，太子殿下对他一见倾心。可惜8年前大公子成亲后便去了王城，之后再没回来。小野我也没福气见到，但我总在想，难不成世上还有人比二公子你更好看的吗？井底之蛙，哥哥何止好过我10倍100倍？再说了，红颜枯骨转瞬间，关心这些又有何用？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。你又在嘀咕些什么？没说什么。来了来了，我们快去迎接。驾！驾！驾！鱼！哥哥一路可好？阿恒来迎接你了。阿恒长大了，竟比哥哥还高了半个头，而且还生得这样好看。金墨表哥，你和阿恒表弟长得倒有几分相似。那是自然，我们可是亲兄弟。这几年我总懊恼自己出生太晚，没能娶到金墨表哥这样的绝色美人。如今见到阿恒表弟，看来我是不虚此行了。川穹，你又胡言乱语了。再者，谁说阿恒是你表弟？他刚满20，比你还略大了几个月。原来如此啊！那阿恒表哥，请受小弟一拜。阿恒，这是舅舅家的独子赵川穹，这次特意送我回来。娘并没有亲兄弟，我也没有什么舅舅。哥，爹还在府中等候，我们且回去吧。我娘去世时，她才11岁，她一直不大高兴，我爹娶了你姑姑。川穹，你也不必介意。无妨。哎，阿恒表哥对我好生冷淡。我说过我娘并没有亲兄弟，谁又是你表哥？那我就直接叫你阿恒，倒也显得亲热。对了，阿恒，你还记得小时候我邀你一起下棋？抱歉，我记性不大好，不记得小时候的事了。正好我记性很好，你不记得的，我一样样说给你听。我不想听。那就以后再说。阿和，这是王城附近海边特有的一种花，我临行前摘了几枝插在瓶里带来，只有这一枝还没有凋谢，那送给你。海市花，你竟认得这花吗？哦，是金墨表哥告诉你的吧？那表哥有没有告诉你，送别人海市花又代表什么呢？不必告诉我，这花我也不想要。你这人可真是无趣啊！你无需勉强自己同我谈话。不勉强，不勉强。于我而言，对着美人从来都不觉得勉强。好了，我与你说件正事，我们边走边说。这次金墨表哥怀了点不啊，我想你大概也略有耳闻。王上卧病在床已久，近年来一直是太子主持国事，可表哥与太子成亲8年，始终无所出。朝中大臣纷纷向王上进言，即便是女子，也有人终生不孕的。黎族男子怀孕的几率原本就没有女子高，这又有什么稀奇？黎族男子中有这能力的，少说也有80%。谁成想，你哥哥正巧是那极少数之人呢？那又如何？难道因此便要休了他不成？
没有子嗣，便去族中过继一个，这又不是什么难事。越国3家一族中，你们黎族距离王城最是遥远，所以有些事你大概还不清楚。越家王族人丁单薄，到了太子这里已是4代单传。太子别说是堂兄弟，连个远方同族也未必能找得到。若是太子没有子嗣，这王位便要落入外姓人手中。越国虽说3家一族权势最大，但你们黎族与我们赵家手上并没有兵权，东方家与沈家却是手握重兵。东方家主素来野心勃勃，沈家主虽说深居简出，长居关外，但也难保他没有异心。到时你说这王位究竟会花落谁家，才不会引起纷争？这么说，王上及大臣们为了子嗣，逼太子休了我哥，另娶他人。是啊，越国人素来只有一个伴侣，也只有你哥哥离开，太子才能另娶。因此，这些大臣们每日里到病榻前向王上哭诉，王上也一再给太子施压。你哥哥不想太子为难，这才决定离开王城。我因担心他路上想不开，主动请缨护送他离开。当然了，我也想看看一直心仪的阿恒长成什么模样。那太子呢？他就让我哥哥这样离开了吗？这个，其实你哥哥是私自离开的。我猜太子多半这几日就会派人来寻。二公子，太子殿下来了。东行哥哥，二公子你走错方向了，太子殿下在前厅，不在大门外。东行哥哥，看来阿恒与太子的交情不坏呢。黎家主，怎么不见金墨出来？可是还抱恙在床。你带我去看看他吧。墨儿眼下并不在黎族，他出门散心去了。是吗？王上抱恙已久，近年来一直是殿下您主持国事，而今殿下就这样独自一人离开了王城，若被有心人得悉，定会引起大乱的。请殿下明日一早便动身返回王城。金墨突然回来，黎家主应该知晓其中缘故。我来之前已经想过，若是金墨不肯跟我一起走，我便也不回王城了。殿下，您万万不可一意孤行啊！若是因此出了乱子，墨儿甚至我们黎族岂非成了越国的罪人？国家不可一日无主。来人，即刻备车马送殿下回王城。黎家主，你这是在命令本宫吗？殿下恕罪，殿下恕罪呀！殿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恒儿，还不赶快跪下，给太子殿下请安！参见太子殿下。原来是杜恒啊，都这么大了，快起来吧。杜恒，这是今年送你的灯笼，我亲自带来了，你看看可喜欢？恒儿，还不快谢恩！这8年来，殿下您每年都派人送一只灯笼给恒儿，真是有心了。自家人谢什么谢？行了，黎家主也起来吧。若是跪出什么毛病来，别说金墨不依，只怕杜恒也要怪我了。可是够了，我千里迢迢赶来，总要让我住上几日再说吧。3日后，我自会离开。参见太子殿下。赵川琼，你胆子不小，竟敢瞒着我私送金墨回来！请殿下恕罪。哼，
深更半夜的，爹到这后山来做什么？爹，外面冷，快进来。原来哥哥这2日都躲在这里，难怪东行哥哥四处找不到他。哎，殿下倒是重情重义啊，只是此事关乎越国安宁，为父不敢因私废公啊。当年爹您曾劝过我不要与他成亲，但那时我心存侥幸，心想哪儿那么巧，正好我不能，甚至我还找了魏大夫查验，听他说我一切健全，这才下定了决心。或许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事到如今，我若不离开他，倒成了越国的罪人。木儿，为父有个主意，或许能解今日之急。只是，爹但说无妨。为父这里有一种药，混在酒中饮下，便能叫人起情欲之念。无论谁在他眼前，他都会把对方错认作自己的心上人，而且事后他会忘记这一段经历。爹，您是说？为父已物色了一个身家清白的女子，长得与你也有几分相似。不，我绝不答应。住口！你可知前脚你才离开王城，后脚东方家便将4小姐送进了太子府。即便太子对你忠诚，又怎能防备别人的暗算？这种迷乱心神的药，哪一家手中没有？可是那女子日后又要怎么处置？若她能一举得男，自然不能再留在世上，否则后患无穷。这万万不可！一来这样是残害无辜，二来若是孩子日后继承了王位，得悉我们杀死了他的生母，我们黎族是怕有灭顶之灾。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他又如何能知晓？可是，别再说了，我意已决。恒儿，是你吗？爹，你不能那么做。你偷听了我和你哥的谈话。是，哥哥心地善良，到时候那女子若是因他而被灭口，他会愧疚终身的。那又如何？你哥哥这样回来，迟早太子会另娶他人，繁衍子嗣。太子不是那样的人。愚蠢！太子既然是太子，是将来的王上，就注定了他的身不由己。难道你要我眼睁睁的看你哥哥被休弃？这对我们整个黎族都将是莫大的耻辱啊！可是，其实也不是没有别的法子，但不知恒儿你肯不肯答应？什么法子？只要恒儿力所能及，定不会推辞。若是能找到一个可信之人，愿意代替你哥哥生子，并且此人既不会将此事泄露出去，日后也不会肖享高贵的地位。可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一个人呢？不，这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恒儿，当年你娘将你从寺庙里带回来时，你才5岁吧？她为了你能有个高贵的身份，假称你是她亲生，你这才成了我们黎族的家主2公子。11岁那年，你染了风寒高烧不退，她不眠不休照顾了你2日2夜。后来你好了，她却病倒了，没多久便撒手成寰。
爹娘对恒儿的养育之恩，恒儿从未有一日敢忘却。唉，也罢，为父也知此事太过为难你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杜恒，下人说，有人约我来此相见，原来是你。你以为是哥哥吗？他既有心躲我，又哪里会主动约我？你在饮酒？这壶酒是给殿下准备的。这苏叶湖上的月色真美，可惜明日一早，我便要动身回王城了。下次也不知道几时才能看见这月色。那回王城后，你会再娶他人吗？杜恒，你约我来此地，是想要提醒我当年的誓约，对吗？你不必担心，即便你哥哥离开我岳东行今生今世也都会只爱他一个。你不忘与我哥哥的海誓山盟，尚可博得个知情的名头。可哥哥却会背负各样的骂名。若是日后引起战乱，我们黎族也会成为越国的罪人。难道你约我来此，是要劝我另娶他人？我原以为，即便全天下的人都反对，杜恒总是会支持我的。我并非此意。不说这些了。杜恒，我那日送你的灯笼，好看吗？好看。你曾说过，有那种绣着海市花的灯笼，怎么从来没见你送过？海市花图案的是定情之物，他日会有别人送给你。同行哥哥可是没这个福分了。对了，我正要问你，每年我派人送灯笼来时，都会带封信给你，为何你从来不回？我爹与哥哥一直同行，黎族的事情，哥哥都很清楚。难道他不会告诉你吗？杜恒，你的脾气跟你哥哥完全不像。你哥哥总令人如沐春风，而你看起来却有些不近人情。哥哥当然是胜过我许多倍的。我并非此意，金墨固然是好，可是杜恒也是很好的。若说金墨是天上的月，你便是这水中的月。天上的月虽说遥不可及，但总还是确实存在的。可水中的月却是虚幻。你看，用手碰了，瞬间就碎了；手一离开，却还在那里。也不知日后谁才能将你拘在手里。你又在诓我。
我这样的人，又有谁会真正在意呢？你说这话可不要气煞旁人。你若不好，赵传琼又怎会一直缠着你？他贵为家主公子，人才出众，是眼下越国最炙手可热的贵公子，多少人做梦也想嫁给他。赵传琼只不过是难得受挫，不肯服输，所以才缠着我。殿下自己尚且焦头烂额，倒有闲情管别人的闲事。阿恒怎么会是别人？这世上之人，除了父王和金墨之外，阿恒是对我最最重要之人。你对我好，也只不过是因为我是金墨哥哥的弟弟。你非要这么说，也不算错。杜恒，我突然发现，你和金墨的样貌有些像。不，应该说是很像。是吗？你，金墨，难道是你吗？真的是你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东兴哥哥，希望你能永远记住昔日的盟誓，好好对待哥哥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。我明明在与杜恒在闲谈，怎会突然就睡着了？难道是喝多了？杜恒，杜恒，大概他见我睡了，就回去了吧。这满园的杏花都谢了。可不是嘛，你这场病来的突然，将养了1个月才略好了些。你病倒的那日清晨，正好太子殿下动身回王城，他临行前还问你怎么不去送他。那我哥哥，他可曾给殿下送行？并不曾。我看他这次是真的下定决心了。他已瞒着你爹，私自差人送了和离书回王城。依照越国的规矩，一方提出和离后，若是2人不见面满1年，这和离便会生效，之后便是娶嫁自由。1年应该还来得及。来得及什么？阿恒啊，你身子还没大好，别想这些不开心的事了。你为何不跟太子一起回王城？赵家就在王城附近吧。自然是因为舍不得你啊。周传秋，不必在我身上耽误时间。我的时间多的是，那就不要耽误我的时间。我说过多次，我与你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难道你想要留下继承黎族？你这样疏离冷淡的性子，做不来这些的。你的2个弟弟虽然才6、7岁，但黎家主春秋正盛，
再活个20年都不成问题。黎族不愁后继无人。我原本就不会继承黎族，我说不可能，仅仅是因为我不喜欢你。我们才相处了1个月，你就下结论，未免太轻率了些吧？想我赵川琼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文采有文采，脾气也好，又懂情绪，家世也出众。你又到哪里去找比我更好的呀？我知道你是越国最受追捧的风流公子，我除了长得略好些，也没别的好处。你是因为被我拒绝了不服气，才这样执着的吗？那我趁早告诉你，我不喜欢你这样的。别说1个月，即便是再过10年、20年，我也不会爱上你。请你别再纠缠下去了。阿恒啊，等等我，有话好说嘛。喂，别跑那么快啊，刚下过鱼路滑。阿恒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流了这么多血？二公子怎么了？快去请大夫。春琼，阿恒怎么了？都怪我。来了，大夫来了，大夫来了。这个到底怎么了？魏大夫，川琼公子并非外人，但讲无妨。二公子他是有了1个月的身孕。什么？那他眼下情况如何？可有危险？目前并无大碍，再吃几副药，将养几日便可。只不过二公子胎息不稳，一切可要当心了。萧爷，进来送魏大夫出去。魏大夫请。春秋，你可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东兴哥哥，东兴哥哥。什么？东兴哥哥，你不准娶别人，你要一辈子对哥哥好，你要一辈子对哥哥好。真是傻孩子。哥哥。阿恒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哥哥，你都知道了。阿恒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春秋，可否请你回避一下？不必了，让他知道也好。是太子殿下的。你那夜，我跟踪爹去后山，听见了他和你的谈话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被爹发现。爹跟我说，既然要对太子下药，与其找个不相干的女子李代桃僵，留下后患，倒不如找个信得过的。姑父怎能如此糊涂？难道为了金墨表哥，便要这样牺牲你吗？嗨！二公子，自从4个月前查出你有孕在身，就被家主大人关在这小屋子里养胎，像坐牢似的。除了我，你什么人都见不到，就连大公子也从未来看过你。你这还不都是为了他吗？哥哥他是病了。
我听说他是因为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，才闷出病来的。哥哥也有哥哥的难处，那是你小孩子家懂的。你才比我大几岁。哦，对了，二公子，川穹公子还会回来吗？那日他突然收拾了行李离开，都没来向你辞行。这里又不是他的家，他回来做什么？谁说这里不是我家？有阿恒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。川穹公子，你回来了！哇，这只灯笼真好看，比二公子其他的都更好看。哎，上面绣着的花从来没有见过呢。阿恒啊，这次我回赵家，顺便拐到王城买了这只灯笼送你。你看，这纱上面绣着海棠花，好看吗？海棠花。海棠花图案的是定情之物，他日会有别人送给你。通行哥哥可是没这个福分了。阿恒，你不喜欢吗？海棠花图案的是定情之物，我不能收。小野，你先把灯笼拿回二公子卧房。是。慢着，小野，你不是喜欢吹笛子吗？这根竹笛送你。啊，多谢赵公子，多谢赵公子。阿恒好像又瘦了些，是想我想的吗？来，给我抱一下。周传琼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既然走了，又何必再回来纠缠？阿恒，当日不辞而别，是我的错。你要明白，这种事，是个男人都很难接受，除非他根本不喜欢你。不过我也想通了，这次来是专程向你求亲的。这次我回赵家，已经和父亲说了，不会再继承家主之位。我想过，等你生下孩子，我们便成亲。今后，我们既不去赵家，也不留在黎族，远离这些是非纷扰。我不知道，你为何要执着于我？我又有什么好处呢？若说长相，不过是一副皮囊；论家世，其实我并非我爹娘亲生，而且我性子懒，心也硬，并非良配。这可不是由你说了算。阿恒，你可知道我为何喜欢你？为何？7年前，我娘过世，我在家中终日哭闹，我爹便派人送我来黎族，让姑姑帮忙看顾。有一夜，我一个人悄悄溜出去玩，无意间走到一个冷清的院落门口，听见里面传来一声哀哀的哭声。我当时以为闹鬼了，一面觉得害怕，一面又很好奇。我壮着胆子推开门，看见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孩子坐在院子里哭，边哭边喊着娘娘啊。唉，听了那孩子的哭声，我想起刚过世的娘，便也坐在院门口哭了起来。哭着哭着竟然睡着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身上盖着一件外衣，正是那孩子身上穿的。那又如何？我并不记得此事，也许并不是我替你盖的。这并不重要。这件衣裳后来被我偷偷带回了赵家，每次想起过世的母亲，我都会取出来看看。看到这件衣裳，我便想起世上还有个孩子和我一样，会因为思念母亲而在半夜无人处哭泣。这么想着，便觉得到了安慰。这些年虽然我们在未谋面，但你却仿佛一直就在我身边。我总是向金墨哥哥打探你的事情，听到你过得好，我便觉得欣慰。难道你想说，因为这个，你便喜欢上了我？那倒不是，
我只是想说，我并不是一时兴起。几个月前来黎族与你重逢，杜河，你这样美，又这样好，胜过我从前见过的人何止100倍。也许我看上去不太可靠，但我发誓，我对你是一片真心。可是，我并不爱你。但你也不爱其他任何人，是吧？只要是这样，我便有把握有一日你会爱上我。哈哈，你不必现在回答我，等你生下孩子，再考虑我们的事不迟。这样好吗？好。魏大夫，孩子到底快出来了没有？先知莫要着急啊，魏大夫是我们黎族的神医，不知给多少男子接生过，有他在，便不会有事。静默表哥，你来了。爹，我能进去看看他吗？哎，去吧去吧。哎，好好的怎么会早产呢？真急人。哥哥，哥哥，你终于看见我了吗？哥哥是没看见你，你为了我这样牺牲，叫我情何以堪？哥哥不必担心我，我很好，我已经决定答应川穹的求亲。真的？真的。大公子，你快别说这些了，快帮忙推他的肚子，像我这样。好。好了，看见头了，二公子用力用力。怎么还没动静？生了！哎呀，生了，是个小公子。好啊，这下总算都解决了。小野，速速派人上王城给太子送信，说大公子喜得灵儿，待孩子满月之后，便会动身返还王城，请他派人到半路相迎。是。慢着，记住，这孩子是大公子生的，知道了吗？若是日后我听见任何风言风语，自系你的小命。小的明白，小的明白。二公子，大公子来了。阿恒，今日可好些了？早就好了，都在床上躺了1个多月了。大笨样的对吗？刚出生时又瘦又小，才1个月就长这么胖了。你看看他肚子上的肉，他的胸前上怎么有个红色的胎记？
像是一片枫叶。这是岳家王族特有的枫叶印记，东行它也有。阿恒，明日我便要带他离开了，不如你给他取个名字吧。他是哥哥的孩子，自然应该由哥哥来取。这便是作为他的叔父，你给他取个名字，又有何妨？那就叫他苏叶。苏叶湖也好。苏叶湖是我们黎族的生命之源，这孩子也算是半个黎族人。川琼呢？难得看见他没陪在你身边。他去看礼服的样式了。对了，你们婚期将近，可惜我不能留下观礼了。也只是个过场，没什么可惜的。阿恒，你真的喜欢川琼吗？川琼他待我很好，反而是我配不上他。别胡说，谁会在意这种事？哼，我不是说这个罢了，其实也没什么。哥哥，我有些疲倦，想歇息片刻。那你睡吧，今日风和日丽，我带叶儿四处转转。哥哥，怎么了？哥哥，明早我就不送你们了，你一路珍重。好，来日方长，待叶儿长大些，我再带他回来看你和爹。来日方长。哥哥，祝你和东行哥哥白头偕老。阿恒，这深更半夜的，天又这么冷，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吹冷风啊？可是因为金墨表哥昨日带着叶儿离去，你舍不得他们。咦，湖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只灯笼？这是哥哥他们送的，从他们成亲那年起，每年送来一只，正好8只。这青纱上面绣的图案很好看，我不舍得把它们放在水里飘走，所以一直留着。那今晚又为何？明日就要和你成亲了，成亲之后，我们便会离开这里。这些灯笼也不方便带走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一只是你送的吗？说的也是。你若喜欢，从今往后都由我来送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好。哈哈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真的愿意与我相伴一世吗？你又真的要放弃家主之位了吗？这可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。哈哈，实话与你说，即使没遇见你，这个家主之位，我也并不想要。算了，这些事以后再说。现在，我们还是做点别的。哈哈，你仍然不愿我亲近你吗？并不是，
我只是不想在这里。也是啊，我们的第一次曾能在这种荒郊野外。那我们现在回房。好。别动，让我亲亲你。好好，来，帮我脱衣裳。你的肩上怎么有一大片伤痕？据说是热茶烫的。那时我才刚出生，我爹抱我的时候，一个没抱稳，打翻了茶壶。难道阿恒要嫌弃我了吗？我说嫌弃你，你便肯放开我吗？不肯。你越嫌弃，我便要越死缠着你，缠着你一辈子。二公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小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可有护送大公子的侍卫快马加鞭来报，大公子途经横峰谷时，遭遇匪人袭击。大公子他遇刺身亡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你再说一次。大公子他已经去了，一地停在横峰谷外的客栈里。家主大人已经率人赶去了。那小世子呢？小世子他被匪人抢走，至今下落不明。阿恒，你去哪里？阿恒，阿恒！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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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恒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阿恒，小心树桩！阿恒，你没事吧？阿恒，阿恒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？若是当初没有答应我爹，就不会有叶儿，那样哥哥就不会回王城，也不会死。我明明是想要帮哥哥的，为何反而害死了他？阿恒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已牺牲的够多的了。不怪我吗？不怪我吗？可是哥哥却再也回不来了，却再也回不来了。一路醒来，半生尘和月，以拱手相送，孑然相别。暗雨凄风，沥沥心上雪，一点点，一滴滴，坠落漫漫长夜。灯火越过素叶，过山外长街，与咫尺之间泯灭。伸手欲绝，
却是经年残雪。编织烟笼寒月，自山水千叠，只将身负此劫，吟一句无解同行。萧萧扰扰，这纷繁世间，几人又能够如旧时月？千里有迹，或好手相携，随风烟一夜夜，当如风波归绝。海市花海未歇，人海边摇曳，梦世人早已决绝。徒留余香，无自苦容生灭。山盟海誓曾约，仍余生未歇。多情人几时圆？为旧年，归雁踪一瞥。海市花海未歇，人海边摇曳，梦世人早已决绝。徒留余香，无自苦容生灭。山盟海誓曾约，仍余生未歇。多情人几时圆？为旧年，归雁踪一瞥。灯火越过素夜，过山外长街，与咫尺之间明灭。身受欲劫，却是经年残雪。编织烟笼寒月，自山水千叠，只将身负此劫，吟一句无解同行。写当年一捧水中月。